各位朋友，我说這個國民黨軍購案呢，鄭麗文版的軍購案被趙少康的8000幫給推翻。我懷疑啊，我這個擔心呢，說這是鄭麗文的政治上的一場滑鐵盧，而且是對他的政治聲譽是無可挽回的一次打擊。你看現在啊，這個事情啊，還是繼續在輿論場上發酵。我知道有一些這個鄭麗文的粉絲呢，就是有的時候我說嘛，人一極端就腦殘嘛。我有的時候的觀點呢，是大陸網絡上一些網友的觀點啊，你跑到我的視頻底下來罵大街啊，說你是屬於怎麼回事呢？啊，你這是什麼皮癢了還是咋地啊？你也不看清楚了，对吧？我們是这個媒體啊，是客觀的介紹不同的這種意見。你看我的擔心呢，現在是越來越成真了。我看到中國大陸的網絡上現在掀起了一股批判鄭麗文的一些熱潮。你比如說啊，又有一位網友寫文章了，說你越給他臉，他越翻臉。鄭麗文之流到底是值不值得大陸去信任呢？說這鄭麗文不是一個人，而是一股勢力的典型代表。4月的南京中山陵，那位自稱中國國民黨主席的女人熱淚盈眶，聲稱兩岸一家親。5月的中常會上，痛批民進黨犧牲民生大搞軍購，言辭激烈的仿佛要豎起反獨的大旗。可話音未落，他就馬不停蹄地宣布6月即將訪美，行程長達2周啊。不僅要去哈佛、哥大、麻省理工傳經送寶，還要拜會美國的國會議員，甚至幻想着能進白宮見見川普。這叫什麼呀？這叫翻臉如翻書。這就叫你越給他臉，他越翻臉。從大陸興沖沖的歸去，緊接着就屁顛屁顛的籌備赴美見楊大人。鄭麗文的這一套絲滑的橫跳動作，終於讓不少善良的國人怒了。原來網上一片鋪天蓋地的讚許，全都是自作多情。原來那位被視為鄭成功之後，被我們寄予厚望，甚至將祖國統一大業托付其身的國民黨的新主席，不僅沒那麼靠譜，反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變臉大吃。所以鄭麗文是變了嗎？還是他從來就沒有正過？時間拉回到2026年4月7日那一天呢，鄭麗文率領着國民黨代表團飛赴上海，受到大陸的高規格接待。接下來去了南京中山陵，去了北京人民大會堂。時隔10年，再度實現了國共最高領導人的會面。大陸呢全程高調報道，島內的學者一片叫好，說這是先交流再積累後突破的兩岸互動的新模式。彼時彼刻，鄭麗文在大陸的待遇，別說馬英九比不了，就是連戰當年的破冰之旅也不過如此。什麼概念啊？就是拿對待和平使者的最高的規格來禮遇這位剛坐上國民黨主席位子的女人。大陸為什麼要這麼做呀？不是因為鄭麗文本人有多麼不可替代，是因為她身上大陸寄托着對和平統一最後一縷的耐心的希望。可鄭麗文是怎麼回報這份厚愛的呢？訪陸之行剛結束，餘溫還在，他就火速指示國民黨駐美代表安排訪美行程，自己的屁股還沒坐熱，就急不可耐地跑出去重申親美友日和陸的一貫立場。台媒報道稱，他希望能與川普見面，要當面讓美國相信國民黨的親美路線沒變。而在他的規劃行程中，對美國政要的拜訪甚至比大陸的安排還要詳細周密。國人恍然大悟，原來他在南京中山陵流下的眼淚未必是感動於統一大業，多半是為即將赴美爭取洋鈔票做輿論鋪墊罷了。國民黨啊，爛泥扶不上牆，從根兒上就沒長正。一個誕生起就在大陸搞了22年反動統治的黨，一個退守島內後居然自廢武功搞民主化改革，把自己搞成在野的黨，
一個連中國人3個字都不敢大聲說，只會跟在民進黨屁股後面亦步亦趨，學着親美媚日的黨，你們憑什麼指望他突然良心發現，變成促進統一的菩薩黨呢？歷史不會騙人，國民黨在大陸統治時期魚肉百姓，專制腐敗，敗退台灣後推行所謂的民主化改革，結果被民進黨反超碾壓，徹底淪為了島內的二流政治勢力。2016年以後，國民黨非但沒有吸取教訓，反而將敗選的鍋甩給了9·2共識，從此巨統成為黨內的主流思潮。如今的國民黨主席的選舉，除了張亞中之外，其餘的參選人全部回避統一的議題，這已經不是一個羞於表達政治立場的黨了，而是一個徹頭徹尾把統一當作禁忌詞的黨了。從這樣的政黨土壤裡長出來的領導人，能真的有脊梁嗎？鄭麗文所謂的訪陸，說白了就是一場精心編排的政治大秀。去南京拜拜孫中山，去北京開座談會，照幾張全家福，回國再在媒體上高調吹噓說他們所謂的這種民進黨的回國國民黨是兩岸和平的唯一希望，這分明是政治詐騙的手法，而是那種連劇本都懶得換的老套路。鄭麗文在大陸高喊和平，絕口不提統一，剛離開人民大會堂，轉臉就對 CNN 說台灣不應該被迫在中美之間2選1。這是2選1的問題嗎？這是選不選中國的問題。鄭麗文的立場說白了就8個字：以拖代變，以和求存。能在大陸騙到好處就跑大陸，能在美國騙到選票就跑美國，既想當中國的座上賓，又想當美國的小甜甜。軍購案狗皮倒灶，兩面投機，終究藏不住真相。如果說訪問大陸是糖衣，那7800億新台幣的軍購案就是直擊內核的照妖鏡。2026年5月8號，台灣地區的立法機構3讀通過了這項規模高達7800億新台幣的對美軍購特別條例，投票的結果觸目驚心59票贊成，48票棄權，0票反對這下鄭麗文坐不住了，他連忙跳出來，在国民黨的中常會上表態：7800億軍購案通過，3800億防守失守，國財政監督已然失敗，還痛心疾首的批民進黨說台灣的經濟本來就不寬裕，7800億拿去改善民生教育才是正路。可是問題是，這7800億軍購投票時，國民黨同僚們可是全員投了贊成票，1票反對都沒投你這個又是哪門子的反對軍購呢？更有意思的是，軍購案通過後不久，鄭麗文就急忙忙地跑到了 CNN 上宣稱台灣不應該在中美之間2選1，將第一島鏈轉型為所謂的和平繁榮之鏈，主打一個既不想得罪大陸，也不想讓美國不高興讓中國的網友倒是不高興了，這不是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翻版嗎？這不是當年馬英九不統不獨的換皮的翻版嗎？核心策略一模一樣對大陸唱高調騙善意，對美國點頭還要保平安，對島內的選民擺出我是和平守護者的面孔騙選票，唯一的區別就是馬英九還會偶爾提一個中國，而鄭麗文連這4個字都省了，直接和平繁榮，前提都沒有前提是沒有和平，哪來的繁榮啊？你不提統一，哪來的和平啊？鄭麗文為何如此精明呢？不是他沒骨氣，是他不敢有骨氣，因為島內的選票綁架。他也是一個通過所謂的民主選舉上位的政客，在台灣這個被去中國化教育洗腦了幾十年的島上，政客要想出彩當選，就必須尊重選票背後的那份台獨的民意看看民調吧，支持統一的只有13%。
說明台獨的比例已經在台灣占了一個主流了。據統以情主流的大前提下，鄭麗文唯一的選擇就是玩戲法，用9·2共識的空殼子下塞了不獨不統的內瓤，以和平為煙霧彈，掩蓋據統的事實，用經濟交流當緩衝，屏障掩飾政治上的疏遠。它不是沒骨頭，它是軟骨病已經長到了基因裡，沒法治了。說不少大陸網民還把他當成鄭成功之後，指望他能繼承組織收復失地。且不說鄭麗文跟民族英雄鄭成功有沒有半毛錢的關係，就算真有，從台灣被割讓的那一天起，那些在島內被殖民統治了50年的台灣名門之後，又有幾個記得自己的祖宗姓什麼呀？既然明知道是爛泥扶不上牆，大陸為何還高規格禮遇呢？明明馬英九的前車之鑑就在眼前，明明國民黨渾身上下都寫滿了靠不住3個字，為什麼大陸還是一次又一次的給這些人高規格的接待呢？甚至是在馬英九2025年第4次訪問大陸時都降級招待了，可到了鄭麗文這兒反而又上升了呢？一句話，時機未到，窗口未關，不得不爭取。和平統一的窗口期虽然越来越窄，但畢竟沒有完全關上，只要還存在着一絲通過和平交流、經濟融合、利益捆綁的方式拉近兩岸關係，大陸就願意給任何肯過去說話的台灣政黨以禮遇。這不是對他們本人的尊重，而是對和平2字的執着。所以這種情況下給鄭麗文高規格禮遇，與其說為了他本人，不如說呢為了他身後的深藍的基本盤。給那些國民黨內部的統派看的雖然越來越少了，給那些對大陸存有戒備的島內選民看的意思是，你看看你們還在高喊仇恨中國的時候，你們的政府、你們的朋友、你們的親人都在大陸吃香的喝辣的談笑風生了，你還堅持什麼呢？歷史大勢碾壓之下，鄭麗文之流終淪為垃圾堆裡的灰塵。鄭麗文不是一個人，它是一股勢力，更是一種現象，一種在台灣這片被去中國化毒害了半個世紀的土地上必然會滋生出了政治寄生蟲的現象。他們沒有民族氣節可言，沒有任何的信仰可堅守，有的只是如何在兩岸夾縫中攫取最大政治利益的計算與鑽營。但歷史的大勢不可阻擋，當解放軍的航母編隊常態化的巡視台海，當殲20越過所謂的海峽中線如入無人之境，當導彈的射程覆蓋西太平洋全域時，那些還想着親美友日據統的政客，在絕對的實力面前又算得了什麼呢？與其信任一群沒有脊梁的政客，不如信任我們自己，信任14億中國人日益強大的國力，信任時間在大陸這一邊，信任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祖國統一的歷史必定會在這一代人手中完成了。好吧，這就是中國大陸的網友現在開始批判鄭麗文，說鄭麗文和國民黨都不值得信任。轉折點不就是鄭麗文那個狗屁倒灶的軍購案嗎？確實對他的政治聲譽是一次巨大的打擊。朋友們，你們說呢？點個訂閱，咱們下集再聊。